看，我们现在在 Guinness 的酒厂里哦，这就是世界最大的黑啤厂，然后这是它的商店。现在呢，我们一会儿就要进去参观啦。这就是当时吉尼斯 Guinness 本人签了一个9000年的 lease contract。开始参观。4种啤酒酿造的原材料：水、谷物、啤酒花，还有酵母。看，这就是做啤酒用的麦芽。看，这就是啤酒花了。说啤酒花呢会产生油，还有给啤酒的香味儿，而且呢它还会让啤酒保存得更久。看哦，这里面是酵母，是这里的国宝。看啊，这就是 Arthur Guinness， 吉尼斯酒的创始人。这是1936年的铜门。每一桶酒呢有3亿个泡泡。为什么有这么多泡泡呢？说吉尼斯酒是在1959年第一家啤酒厂使用氮气来去发酵。啤酒装好桶以后，就通过船运输到世界各地。好，准备好要进去品酒啦。Without further ado, ladies and gentlemen, come on up. Take your samples, please make your way to the next room. Oh my god, I am so impressed. Very good, well done. The thing with Guinness is never to sip it, because if you just sip it, so if you just这一部竖琴是1963年吉尼斯购买的，然后呢，他们就一直使用了竖琴作为啤酒的标志。看我们身后的竖琴啊，就是他们的整个啤酒厂所使用的竖琴商标的进化。这啤酒馆，这里面都是啤酒。看哦，说这里啊，啤酒师已经在这里作为吃饭的地方，有超过200年的历史了。要喝吗？来啦！我们现在在的酒厂 Guinness 呢，可能大家更熟知的是吉尼斯，听着是不是很耳熟呀？就是那个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吉尼斯哦。说它怎么来的呢？是这一家啤酒厂的创始人 Guinness 先生，他们在酒吧里喝酒的时候，好像就聊到了，说哎，这个是什么东西？是谁是第一呀？或者知道什么东西是跑得最快的吗？就开始闲聊，然后就想到说，哎，那我们不如做一个收集的名录，然后把这些世界第一或者各种奇思怪想的事情把它结合在一块，所以就产生了 Guinness。其实这让我想到米其林，米其林也是一开始是做轮胎的，然后后来就变成了一个让大家广为人知的美食的一个集合，所以还是跨领域还挺有意思的。然后我们现在在的这个 Guinness， 其实我们发现它是一个有200-300年历史的地方了。一开始觉得好像爱尔兰啊、都柏林啊，其实离我们比较遥远。然后原来知道有一些文学家在这里生活，但是不知道还有像这种这么有名的啤酒也是从这里输出的。其实还是要在世界各地走一走，这样开开眼界，多学一些知识。